Hello，你们好。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两个最近我经常看的 YouTube 频道。但是呢，跟学习中文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一个呢是讲法语的，一个是讲英语的。我这儿呢是一个帮助大家学习中文的频道。照道理，我应该像别的学习中文的频道一样，给大家推荐一些学习中文的视频。但是很抱歉，我暂时还没有找到适合你们的中文视频。但是呢，我会留意。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我平时呢不是经常看视频的。如果看呢，我更愿意看英语或者法语的视频，因为我想要在看视频的同时学习语言，这样呢就不浪费时间。不过呢，还是非常高兴你可以点开这个视频来听听我说些什么，并且和我一起度过大概10多分钟的时间。你可以打开中文和英文字幕，帮助自己理解我说的内容。老样子，在视频的最后，我会和大家一起回顾在今天的视频当中出现的一些有用的词汇。我说老样子，老样子呢，就是跟之前一样，没有变化。那比如说，我经常跟我的朋友一起去星巴克，每一次我都点拿铁。那今天朋友问你喝什么呀，我就可以回答说老样子，就是和以前一样，拿铁。我刚才说，照道理我应该向你们推荐一些学习中文的频道。照道理意思就是说，根据常理，根据事实，正常情况下。那我这儿呢是帮助大家学习中文的频道。那正常情况下，我应该向大家推荐一些学习中文的频道，而不是学习法语或者学习英语的频道，对不对？在中文里，我们经常用照道理或者照理说来表示一件事情原来应该是这样的，但事实上不是。比如说，你可以讲，现在已经7点多了，照道理妈妈应该到家了。可能因为你知道妈妈6点钟下班，那7点呢，她应该到家了，但是现在已经7点多了，妈妈事实上还没有到家。那按照正常的情况，妈妈应该到家了。前面我已经说了，我看视频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学习语言。那最近我经常在看的一个英语频道呢，叫 Jimmy 欧阳，一个法语频道叫 Enchanté Ahika。Jimmy 其实是一个中国人，而 Ahika 是一个日本人。那事实上呢，我是在向一个中国人学习英语，一个日本人学习法语，听起来是不是很有意思？Jimmy 欧阳这个频道呢，就是以这个 YouTuber 的名字来命名的。那他姓欧阳，欧阳是一个复姓。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呢，大部分的姓其实是只有一个字的，就比如说姓陈、姓张、姓王。复姓的意思呢，就是由2个字组成的姓，我们叫复姓，比如说欧阳。那吉米的爸爸妈妈呢，其实是上海人，但是很早的时候，他们就去了香港。吉米是在香港出生的，13岁的时候，他们全家搬去了美国，所以说吉米的英语说的是非常地道的。地道是一个形容词，它表示正宗的、纯正的。你可以说他的中文说得非常的地道，或者在蒙特利尔很难找到一家地道的中国餐厅。说真的，蒙特利尔的中国餐厅都不怎么地道，但是我在美国的加州和纽约就找到过非常地道的中餐厅。
第一次知道吉米呢，还是一个加拿大朋友说起的。当时吉米在蒙特利尔表演stand up comedy。stand up comedy，我不太清楚这个词，用中文应该怎么说？就是一个人站在舞台上，然后对着台下的观众说笑话。那我觉得呢，可能跟中国的单口相声有点接近。或者说有点类似吧。说实话，美国人讲的笑话呢，很多我都不觉得好笑。这不是因为语言的问题，而是因为文化背景的问题。那因为我不能理解这个笑话背后的意思是什么，所以呢，我一点都不觉得好笑。但是我能理解 Jimmy 讲的笑话，他的很多笑话呢，讲的都是亚洲人和西方人的一些文化差异。比如说，他说有一次他打电话给他的妈妈，在电话里呢就跟妈妈说我爱你，然后他的妈妈呢就在电话的那头哭起来了，并且问 Jimmy 你是不是得了癌症？那就是我当时呢，我马上就明白了，吉米想说什么。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理解，就是指的是亚洲人，对于感情的表达呢是非常的含蓄的，或者我们说亚洲人是非常含蓄的，我们很难。对自己亲近的人说我爱你3个字，就比如说我对我的父母就从来没有说过，真的从来没有说过我爱你3个字。那这就是为什么吉米的妈妈会问他你是不是得了癌症，因为如果一个人他快要死了，他可能会说一些他平时不会说的话。因为他觉得再不说就来不及了。再来说一说那个法语频道。你们都知道我在学习法语，虽然在1年多前呢，我就已经通过了法语B2的考试，但事实上我的法语说得非常的烂。烂这个词呢是非常口语化的，表示不好的、糟糕的。比如你可以说这部美剧真的很烂，意思就是说它的制作非常的不好，也很不好看。我之前呢都是在 YouTube 上看一些法国老师的视频，那这些老师呢都是法国人，在视频里说的也都是法语。反正我肯定不看用英语解释法语的视频，或者用中文解释法语的视频。当然了，那些视频可能对初学者，就是刚刚开始学习法语的人是很有帮助的。但是呢，我觉得如果是用法语来解释法语，可以更快地帮助你提高法语水平。这也是为什么在我的视频当中呢，我坚持用中文来解释中文的原因。那些法国老师的视频真的非常不错啦，但是看多了呢，我就提不起兴趣了。后来我就发现了Enchanté Arika 的短视频。那他的很多短视频呢，也会比较日本和法国这2个国家之间不同的文化。那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意思啊。作为一个在法国留学的日本人呢，他的法语肯定是没有法国人说的这么好，但是非常奇怪的是，他的视频激起了我想要学习法语的欲望，想要练习法语的欲望。他的短视频呢都非常的有意思，非常的搞笑。但是呢，用的词又不是特别的难，表达了他想表达的意思。那也许呢，我觉得可能有一天我的法语也可以跟他一样好。那搞笑这是一个形容词，表示能让人笑的，好笑的意思。我们可以说搞笑的视频、搞笑的电影、搞笑的人。
好了，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在今天的视频里出现的一些有用的词汇吧。照道理或者照理说，根据常理或者事实。他的工资挺高的，照理说他应该不缺钱，怎么还问你借钱呢？照道理，这个时间他应该到公司了，但是我们都没看见他。老样子，意思就是和以前一样，没有变化。很多年不见，他还是老样子。去年我回了一次中国，地铁还是老样子，非常挤。留意，意思是注意、关注。我会帮你们留意好的中文视频。火车上不太安全，留意自己的手机和钱包。地道，意思就是正宗的、纯正的。吉米从小在美国长大，他的英文非常地道。蒙特利尔的中餐厅味道都不太地道。说实话，或者说真的，就是说出真实的话，一般放在句首。说实话，他讲的笑话一点儿都不好笑。说真的，我是电脑门外汉。反正，意思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一样，不管怎么样。反正我肯定不看用中文解释法语的视频，我觉得帮助不大。不管你去不去，反正我不去。不管你怎么说，反正我不答应。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了。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请记得给我点赞和留言哦。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学习中文有帮助，请帮我分享给其他需要的人。非常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